康律师，那这里面存不存在什么变数啊？在开庭前和庭审中，影响和改变判决结果的因素会不断出现，千变万化。比如说，证据被推翻，证人翻供，甚至证人不到庭。证人还有可能不到庭。是的，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案例。比如说，现场处罚的警察在庭审当天没有出庭，那就意味着关键证人证据缺失，法官会立刻宣布自动撤销对嫌疑人的起诉。康律师，麻烦你帮我一个小忙，关于那个公路巡警，这个我想到了，这个是他的个人资料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只准备了纸质文件。考虑周到，举手之劳。好，拜托你抓紧时间保释。有开庭时间了，马上通知我。您放心。啊，还有，今后咱们还会见面，当着2个孩子的面。我不认识您。姐，我来了，我来看你怎么样了。我倒是挺关心你怎么样了。我昨天晚上就住你隔壁。咱俩从小到大也没住这么近过，你倒是好好给我说说，你怎么悄没声就把你这婚姻大事给办了？哎，就像你看的那样呗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哎，你说谁是刀俎呢？陈然，你到现在对自己都不诚实吗？没有人强迫你和我结婚，就算是你没有欢呼雀跃，至少也是和我一拍即合吧。本着平等协商、公平交易、合作愉快的原则，这话不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吗？什么公平交易啊？哎，姐，你听到了吧？我确定你听到了。对，这就是一个商业谈判，一桩买卖，根本不是真正的、真实的婚姻。什么是真正真实的婚姻啊？在旧金山市政府注册算不算真实？美国法律承认算不算真正？你们2个这到底是结婚还是买卖呀？买卖。我听谁的？其实他说的也没错，结合起来就是买卖婚姻。他付15万美金，马永和他结婚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他们全家办投资移民出点问题，他又想尽快拿到绿卡，啊，就想到和我结婚。那这样呢，他就能以配偶的身份拿到绿卡，所以我们就一手钱一手婚，就是商婚嘛。陈然，你怎么能接受别人花钱跟你结婚呢？因为老子缺钱。陈然，你会缺钱吗？哎呦，姐，你不知道，咱爸对我实施了经济管控，整整1年。哎，你说我一个富二代高富帅，跟人说我穷都没人信，所以我这商婚，一个是被他给逼的，还一个被咱爸给逼的。爸，啊，对，就是他，还能有谁呀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谁爸？你爸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喂，哎呦，头疼，疼，哎呦哎呦。Your eyes have recovered very well. You can b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now. Come on, Doc. I can't be discharged. Everything is spinning wrong in front of me. I feel very dizzy. I wish my body doesn't have an internal injuries. Or let me stay in hospital for another few days. Or let me have a MRI and check method. I'm 100% sure it's not necessary. You only have minor cuts and bruises. Come on, Doc. Double check. You're gonna be all right. OK，哎呦，好吧，马上给他办出院手续。哎呦，哎呦，爸，我真下不了床了，浑身难受，躺还发软，真下不去。哎呦，你自己起来，还是让我拉你起来？哎呦，起来！你跟我们一起回去。好嘞，爸，我正想找时间和你好好聊聊呢。哎呦，头疼，哎呦，
哎呦，家门钥匙都给别人了。爸，您家不就是我家吗？诚然，哎呦不行，站起来头有点晕了。先生回来了。啊，马姐，回来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好嘞。诚然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上楼躺会儿去。要躺到这儿躺着来。爸，咱能改天聊吗？何必为难一病人呢？你比我窜的还快，你还病人？过来。哎爸，我怎么开着耳鸣了？刚才您说什么？你再跟我装疯卖傻，我揍你！听见了吗？过来！爸，你想喝什么？别叫我爸。叔，你今天我爸带来的国内极品好茶，我给你沏上。谢谢你，这是我们家，用不着你张罗。给我坐下。哎，我有事问你们俩。你叫金露，你叫我卢卡就行。你叫他绿卡，绿卡好记。叔叔，估计你想看我们结婚证，我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了。这什么结婚证啊？连张照片都没有。美国结婚证就长这样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、陈然的名字和市政府章。这也太不严肃了吧？怎么看像假的呀？这是真的，我俩是被美国法律承认的合法婚姻。你们俩怎么认识？是谁提出来要上婚的？去年10月份，朋友介绍在一个 party 上认识，上婚是我主动提的，但我俩一拍即合，谁也没强迫谁。金小姐，这个移民的渠道有很多种，你为什么非要选择商婚啊？本来我父母在办投资移民，可是遇到点问题，一时半会儿下不来。技术移民我压根儿没戏，只有结婚移民操作起来才最快捷。可我问了一下，15万美金是市场价格的好几倍，你为什么愿意接受？我愿意给他这么多钱啊！说实话，叔叔，其实我根本不急拿绿卡，我家早在这儿买房子了。我每年拿旅游签证过来住几个月，吃吃玩玩买买，我想在这边就在这边，想回去就回去，自由得很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移民绿卡，要不是因为遇到成人，商婚这么 low 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做的。你一见我就图谋不轨是吧？爸，你听见了吧？我这儿被人算计了。我是算计你了，但是你可以拒绝呀。你不但没有，还积极配合我呢。我听明白了，你的目的不是绿卡，是成人。是的，叔，我就是因为看上他了，我结婚就是因为爱情。成然，你们俩结婚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买卖？爱情，既是买卖也是爱情，两者不矛盾。怎么不矛盾？既然是买卖，你就别往里头掺和爱情。爸，他这是在误导你啊！按照美国的法律，他多长时间能拿到绿卡？2个月后移民局面试，面试通过后，我很快就能拿到绿卡。哦，那就是说2个月以后你们就可以离婚了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面试通过后，我拿的只是条件绿卡，移民局规定了，如果2年内离婚，我的绿卡会被取消，结婚必须满2年。
我才能换得10年有效永久绿卡。诚然，美国的法律规定是这样吗？是。 2年不能离婚，这买卖你也敢做？反正对我也没影响。2年之内我又不可能真跟谁结婚。还说没影响？你才多大呀，傻小子！离了婚你就是2婚了。不会的，叔，您放心，我保证2年到期，我绝对不和诚然离婚。哎，必须离啊！咱俩婚前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离啊，我到移民局告你去，我让你的绿卡作废。我才不在乎绿卡作不作废，你告我也不离。你这是讹诈，你知道吗？诚然，瞧你干这荒唐事儿，你丢不丢人啊？啊，卖婚挣钱，你真那么缺钱？我缺呀。缺什么缺？我不给你生活费啊！哎，爸，你经济制裁我整整1年了，您知道我这1年过得人不如鬼，生不如死吗？1个月1万美金的生活费，你过得生不如死。1万美金，那比以前相差也太远了吧？原来，你还好意思提原来？哦，对了，你了解他的以前吗？啊，你就敢嫁给他？你说说，你以前做那些破事？我高中？对啊，我高中自给自足，经商投资，怎么了？你那叫什么经商投资啊？啊，你投的什么？啊，不就大麻吗？你还卖过大麻？卖就 low 了，我是投资。我有一个墨西哥同学在学校卖大麻，特别畅销，我就给他投资，他赚了钱之后高息还我。那你这算高息借贷啊？爸，你听见没有？明白人一听就明白，我这是正当的商业借贷。明白个屁！如果我还像原来那么给你钱，过不了2年，你就成了美国通缉的大毒枭了。叔叔，这一点我是绝对站在你这一边的。我太谢谢你不给他钱花了。你吵死了！人家在睡觉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做清洁至于搞出这么大声吗？你太夸张了。其实你可以随便弄一下就好，反正每周会有工人来，彻底打扫一次。没办法随便，一弄就这样了。小青，你搞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动我东西了？我刚看你这儿有点乱，我就帮你一块收拾了一下。我的发带呢？这儿呢。隐形眼镜药水呢？这是你的化妆品？珀莱雅，我从国内带来的。道路品牌，好用吗？这个海洋系列挺好的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看起来效果好像还不错。哇，好干净，水龙头锃亮，小青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才想有扭中柱法子。你而家咩意思啊？係咪想撩交嗌啊？即係嫌我同埋 Monica 打掃得唔夠佢乾淨，淨得佢係女仔啦？你誤會咗啦，我嘅意思係，佢咁樣嘅女仔而家好少見。佢呢啲係潔癖啊，強迫症啊，會令到人哋造成好大壓力㗎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以後不要隨便動我東西，我放東西是有秩序、有佈局的，每一樣都放在我最順手的位置，不要把你的秩序強加給我，我沒有拜託你幫我整理 ，OK？ 对不起啊，我以後不會動你的東西了。謝謝。我東西還你一整，不介意。
不是周日啊，怎么会有清洁工呢？是我们自己的清洁工。校庆值日弄了一个早上，吵得我觉都没睡好。哇，真没想到，很有潜力啊！什么潜力啊？做清洁工的潜力喽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在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大的超市呀？最好是那种东西全，然后价钱又便宜的。性价比高，对吗？我会被你们经常去的那一间就不错，反正对我而言性价比就刚刚好，只是不知道适不适合你。离这儿远吗？坐公交车，5路站，这边没有很近的大超市，去哪一个都有大车。正好，今天下午我们也要去，你要不要搭我们车？可以带我吗？能啊，不过呢，你要 share 油钱。哦，share多少？公交车单程3块，来回6块。如果你打 Uber，大概要10几块。搭我们车呢，比公交车可快多了，而且又舒服，还不像你打车那么贵。折中一下，收你10美金，怎么样？很公平吧？ Catherine 呢很有商业头脑，任何事情都能变成交易，而且是公平交易。如果我让你免费搭车，你会觉得自己在仇人。超市这种地方你常常要去啊，难道你气仇人吗？就算别人愿意，你也会有心理负担吧？你看，完全是在为你着想。还有，如果你想要每次搭我们车呢，不如一次性多交点钱，办张月卡或季卡，省得回缴零钱嘛。搭车还能办卡呢。哇哦，这个创意真的很新，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。我替你算一下啊，你1周要去1次 supermarket， 1个月大概4到5次，1季度15次。办月卡我算你9块，季卡8块。年卡可以更便宜，每次6块，跟公交车一个价，超划算。年卡还是算了，万一校庆中途搬走或者买车，我还要退钱给他，很麻烦的。哎，所以肖青，你办什么卡啊？你是办月卡还是季卡？我看还是先算了吧。海瑟琳，等一下，麻烦你把那个超市的地址写给我，我自己坐风车去就好了。好，随便你了。伤口还疼吗？还行，不疼了。刚才医生来查房，我要求明天出院了。那么着急出院干嘛？多住2天，等伤口好了再出院。担心出车？我自己心里有数，您就别操心了。你说我这俩孩子，一个呀是让我别操心，一个是让我操碎了心。坐。昨天和陈然还有那小丫头聊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本来啊想快刀斩乱麻，没想到碰上一滚刀。哼，这次这麻烦啊不大好办。你说你这个弟弟啊，从小到大换着花样的做，从国内做到国外。哎，以前那些事儿啊，咱们都能帮他解决，直到昨天，我碰到这小胖丫头，难解决了，人家看上那弟弟。我倒觉得这姑娘她反正不是图钱，她要图钱就好办了。这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麻烦，那才是大麻烦。这诚然小时候，我真不应该死乞白赖跟你妈要她的抚养权，就把她跟你都放在你妈那儿。现在她如果有你1半好，你说我得省多大心啊？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您放弃了我的抚养权？爸爸又说错话了啊！别生气。哎，真让诚然说着了，对于你和他，我都不是一个好爸爸，失败的爸爸。那您这次来，不会是专程为了我俩吧？啊，我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公事儿。
我这么说，你可别生气啊。我生什么气呀？你这么说才正常啊。这明显你就在生气啊。哎，说句实话，有时候面对你们俩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当这爸爸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交流。反正我习惯了。哎，你妈要是还活着就好了。哟，这登山去啊？怎么哪儿都得遇到你啊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就叫做缘分。怎么着？我送你一段？还是算了吧，一会儿你媳妇儿又跟过来了，又得挨揍。放心吧，她这次肯定不会过来。你确定吗？我可不想招惹她。100%确定。走。那我不跟你客气啊。哎，你媳妇儿那天不是喷了你眼睛吗？你怎么额头差点受伤了？又被你媳妇儿给揍了。是，我自己撞门上了。得了吧你，你这一看就是被媳妇儿揍的。哎，人家都说打人不打脸，你媳妇儿怎么老爱往你脸上打呀？你能别一口一个我媳妇儿的吗？她本来就是个假的赝品。太太还分真品和赝品呢。走，上车跟你说。谢了。听明白了吧？我现在是假已婚人士，2年之后恢复为真未婚单身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已婚单身？哎，对，就是这意思。我们呀，婚前合约规定，在婚姻存续期间，只要不影响到他拿绿卡，我们双方都享有和别人恋爱的自由。你们这种商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，而且你媳妇儿她……哎，你媳妇儿，你叫她绿卡就行啊。我看绿卡一点都没有想要跟你恋爱自由的意思。我要的恋爱自由不用她给，我爱跟谁好跟谁好。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哎，你觉得咱俩第2次见面你就跟我谈论我的恋爱自由合适吗？那你觉得咱俩第1次见面就让你媳妇儿误认为我是小三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明白。哎，我帮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拿就行了。我室友他们都在呢，你就别进去了。怕什么？你是想遮掩不可告人的我，还是不可告人的舍友？我是怕你们两边歪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啊，改天请你们吃饭，做的闸蟹。好，那我等你友谊的小酒。为了不显得多余，我先告辞了。康律师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祝你好运。不客气，再见。你身体恢复好了吗？我为了来这儿，抢在今天之前就好了。关于这一面，我想过10000种方案，但是绝对想不到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但是我敢确定，你想的这10000种都
没有这一种让我激动。谢谢你帮我交保释金，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债主，我保证不会让你损失1美分。好，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你1秒钟都不许离开。但是有一个坏消息，我爸也来美国了，他要见你。我的事儿他也知道了。你这次逃不了回家跟我见家长了。哎呀，没有比现在见家长更糟的时刻了。你好，舒澈。程叔你好，初次见面。哎，咱可不是初次见面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您什么时候见过他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初2暑假，你妈把你送到我这住几天。那天是你们同学组织郊游吧？我早上起来晨练回来，就看见一小男孩围着咱家别墅转来转去，看见我，嗖一下就跳到隔壁邻居新挖那个树坑里了，身手那叫一个敏捷啊！那个小男孩是不是你？我当时还以为你没看见呢。你当时躲在那树坑里不出来，我只能装作没看见你啊。来坐。坐，部长，谢谢。来了。嗯。赶紧喝水。谢谢。来，你呢？舒澈，对这个案子，你有什么想法、打算？我和律师讨论过类似的案例，现在能够主动争取的，一是尽量在开庭之前到车管局去申请恢复驾照；二呢是努力的向法官说明当时超速的原因是因为着急去医院，争取最大程度的谅解。其他的就只能看运气了。对于判决的结果，我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如果真的是要服刑的话，我准备向学校请假，暂时休学。就是说，你准备接受处罚？谁让我确实做错了呢？舒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地方做一些努力？也可能你还有没有想到的。叔叔，您指的是什么？我直觉上觉得啊，这个案子还是有回旋余地的，毕竟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。你征求你父母的意见没有啊？我没告诉我爸妈，也严禁律师向他们报信。为什么？我是成年人了，我不需要他们还在事事为我操心。舒澈，你这种对家里报喜不报忧的心情我是理解的。不过父母的社会经验总比你们丰富得多，也许有些事情，父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的。从出国那天起，我就决定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了解。这样，舒澈今天一过保释就到我家来了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绪正常，
在里面关了几天，一句牢骚抱怨都没有。关于庭审，你跟他谈了吗？他什么态度？果然如你所料，我一提到你，他就特别的抵触，坚决不让父母知情。从国内那次车祸以后啊，他就一直跟我拧着劲儿，给他找的房子不住，给他联系的实习机会拒绝。总之，只要是我安排的，他一概不接受，就跟我不是在帮他要害他一样，完全不知好歹。他跟我说，对判决结果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最坏的打算是什么？不排除短期入狱服刑的可能啊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不但不能入狱，连案底都不能留下。当然，这是咱们的目的。但是今天我跟他接触以后，我决定暗中操作，不能让他知道太多。到了不得不需要他配合的时候，我让康律师出面跟他谈。怎么操作有思路了吗？那个公路巡检和搭车女孩的证人证词非常的关键，两边的情况都在摸底，应该可以找到突破口的。必须稳妥，一丝风都不能跟他透，不能让他发现我知情，否则你怎么帮他，他都会拒绝。明白。我也决定隐身了，让他觉得只有律师一个人在做工作。可以，拜托。客气，我会随时跟你通报进展情况。Dear members of Banner community, welcome to you all. I am DJ Mike. Today is a sunny day. A brand new song meant for everyone. Hopefully everyone has a good start at the new semester. Hello，
I'm looking for a part-time job on campus. Do you have any openings? Sorry, we don't have. You can check in another cafeteria. Okay, thank you. 嗨。妙莹呢？他在办商学院的入学手续，法学院办完了吗？办完了。你要打校内公啊？这里没位置了，我打算去餐厅和图书馆看一眼。你 F1签证吗？对。F1签证打工需要 SSN， 你有吗？什么是 SSN？SSN 是美国的社会安全号，只有了社会安全号，打工才是合法的，这是基本常识。你都不做功课了吗？我也是这几天才有了打工的想法，还没来得及做具体的了解。学校网站上可以申请 SSN， 等你申请到了之后，等职位有空缺，学校会分配你去工作。谢谢你的指点。哦，对了，工作岗位需要排队，你尽早申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这些天我心里一直觉得有点不安。你没做错什么，没必要不安。拜。舒澈，我很高兴一到美国就认识了你和妙莹。一个公路巡警，给他10万美金，他居然会不动心。公务员受贿在美国是重罪，可能他怕一旦被发现，不仅开除丢了警职，还会被定罪入狱。说服不了这个巡警，那一切都是改变不了了。你确信中间人没有向这位公路巡警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吗？我100%确认，200%确认。这点事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根本都没和中间人见面，走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路线，拐了好几道弯。对方无论如何也捋不到咱们这边啊。进来。程总，康律师到了，请他进来。好。康律师，程总，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应该的，请坐。好。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突破性进展。